2025年6月初，北京传出一则震动军政两界的消息：中国前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突然去世了。这位曾经位高权重的上将，在春节时还露面，精神矍铄，如今却猝然离世，终年75岁。官方公告措辞庄重，称许其亮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2日中午在北京逝世，并冠以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解放军领导人等头衔，予以高度评价。然而，对他的死因，官方只字未提更多细节，一时间谣言四起。港媒援引知情人说法，称许其亮是在清晨跑步锻炼时突发心肌梗塞，不治身亡。这种解释看似合理，却无法平息好奇与猜疑。许其亮的骤然辞世，真的只是一起意外的健康事件吗？还是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内幕？他的离去，对正在集权路上的习近平政权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许其亮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那个复杂权力棋局。许其亮的一生可谓一部草根军人逆袭的传奇故事。许其亮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并无显赫背景，但10几岁时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据说他飞行技术过硬，又勤奋机敏，深得部队上层赏识。在没有战事的和平年代，凭技术和头脑出人头地并不容易，但许其亮做到了。他一路打破常规晋升，在军中屡获提拔，这背后当然离不开贵人相助。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主导解放军现代化改革，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当时主持军改的老将张震就注意到了空军出身、年仅30多岁的许其亮。据传，早在1984年国庆阅兵时，许其亮曾驾驶战机编队飞越天安门，展现出出色的技术和稳健的心态，给老一辈将领留下深刻印象。张震对这个年轻空军军官格外赏识，将其视若己出，刻意栽培。自那以后，许其亮平步青云，为日后跻身高层铺平了道路。许其亮军旅生涯中第二个重要的伯乐，就是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2007年，解放军与俄军举行和平使命联合军演，许其亮担任中方总指挥官。他出色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对外协调表现，赢得了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的信任。胡锦涛对许其亮印象极佳，不久便将他提拔进入中央军委决策层。同年，许其亮升任空军司令，进衔上将，跻身军委委员行列。临近2012年中共18大权力交接时，胡锦涛为确保接班人习近平能顺利掌控军权，加快了对军中人事的布局。那时候出现了一个罕见现象，军委出现5副主席同时存在的局面。当时包括习近平、时任军委副主席以及郭伯雄、徐才厚、范长龙、许其亮这几位上将都在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上。胡锦涛有意在交班前夕增补许其亮为军委副主席，就是要让这位自己信任的空军将领成为习近平日后掌军的一把重要钥匙。事实证明，许其亮没有让胡锦涛失望。18大后，习近平接掌军委主席，由于初登军权宝座，人事底子不熟，习近平对军中人事调整几乎完全倚重许其亮来主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其亮充当了习近平的刀把子，发挥出了惊人的能量。他调动军方庞大的情报和纪检系统，协助习近平连续发动多轮肃清军中积弊的行动。一批又一批位高权重却尾大不掉的将领被拉下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郭伯雄、徐才厚这2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作为江泽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军中大老虎，郭徐2人常年掌控军中要职，贪腐骇人听闻。2014年前后，这2人先后在习近平反腐大潮中落马，徐才厚甚至还没等到受审便病亡狱中，郭伯雄则被判处无期。外界普遍认为，拿下郭徐这样的军中势力人物，许其亮在其中出了大力气。此后，军中又有多名高级将领相继被查，包括前总参谋长房峰辉、总政主任张扬等人，有人锒铛入狱，有人畏罪自杀。可以说，许其亮帮助习近平扫清了前朝军队系统的诸多障碍，大大巩固了新一代领导对军队的控制。除了反腐清洗，许其亮还主导了习近平时代一次划时代的军改工程。2015年前后，
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体制改革，裁减老旧机构，撤销7大军区，改建5大战区，新设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军等等。在这场军改中，许其亮作为军委副主席，扮演了实际操盘手的角色。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将原本相对独立、号称第2炮兵的战略导弹部队改组为火箭军，直接归中央军委垂直领导。长期以来，2炮部队在军中地位特殊，被称作独立王国，资源丰富而相对封闭。如今摇身一变成为火箭军，纳入更严密的统帅体系，此举削弱了其山头色彩，加强了中央对战略武器部队的控制。从表面看，这是习近平为打造一支现代化、集中统一指挥的军队所做的正面举措。然而，这项改革无意中触动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利益版图，这个人就是张又侠。张又侠与许其亮截然不同的出身与经历，是理解日后矛盾的钥匙。张又侠生于红色将门之家，他的父亲张宗逊是中共建国元勋级的老将军。按理说，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张又侠起点很高，背靠老一辈权威，在军中前程本不愁。然而历史弄人，1970年代末风云突变，文革后期，张宗逊一度受林彪集团器重，甚至与4人帮有牵连。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新执掌大局，开始清理军队中的派系残余。当时邓小平据说找到张宗逊，委婉地劝他：“你身体不好，该回家休养了。”张宗逊明白这是被要求隐退，果然从此赋闲在家20年，直到1998年去世。在父辈被政治风浪拍倒的背景下，年轻的张又侠深受震动，更明白了低调自保的重要。从那时起，张又侠意识到家世并不可靠，必须靠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张又侠选择了与许其亮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凭真刀真枪的战功立身，而非只靠血统背景。上世纪70年代末，中越战争爆发，时年仅26岁的张又侠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担任1线连长。他作战勇猛，颇有胆识。在一次战斗中，张又侠主动建议迂回至敌军侧后发动袭击，果断绕开正面强攻，在复杂地形中率部攀上制高点，配合主力拿下阵地。战后他因作战有功，被破格提拔为营长。随后的1984年，中越边境再起冲突，张又侠已是团职军官，率部担任进攻先锋。他制定先炮击后突击的战法，短短数日内攻占要点，全歼越军数千人。凭借这一连串战功，张又侠荣立1等功。要知道，解放军中1等功是极高的殊勋，这几乎为他日后的升迁扫清了障碍。功勋卓著，加上出身显赫，张又侠的仕途此后一路通畅。他在野战部队历练多年，步步高升，于2012年出任总装备部部长，跻身解放军高级将领行列。这个职务非常重要，掌管全军武器装备和科研采购，相当于攥紧了军中现代化建设的命脉。也正是在装备部门任上，张又侠与当时仍称第2炮兵的导弹部队结下了深厚关系。导弹部队的装备和研发自然要与总装备部密切合作。张又侠借此将影响力深入这个战略部队内部，可以说将这座火力王国的钥匙也攥在了自己手中。凭借战功和实际，张又侠在军内赢得许多尊重。相较一些只倚仗家庭背景平步青云的高干子弟，张又侠既有红色血统，又有沙场经历，既是太子党，也是实干派。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军中既有威望，又享信任，其野心和抱负也与日俱增。在习近平上任之初，许其亮与张又侠其实一个在军委机关居中筹划，许其亮当时是军委排名第2的副主席，一个在1线主管装备现代化，张又侠时任总装备部部长。表面上看，两人同属军中重要骨干，各司其职，共同服从于中央军委的领导。然而暗地里，许其亮与张又侠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军中路径却存在天然的分歧与较量。首先是军种出身和资源分配上的差异。许其亮来自空军，他长期关注的是空军和现代化联合作战的发展，也乐于提拔空军体系的将领。在他的影响下，近年来空军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明显提升。而张又侠则根基于陆军和导弹部队，
他掌控装备系统，人脉广布，陆军和二炮系统对于陆军和火箭军的利益格外关注。军队高层虽讲究联合作战，但各路军种都有自己的小九九，空军、陆军、导弹部队之间难免争夺有限的军费和战略优先权。其次，两人的政治靠山和派系背景不同，许其亮的崛起离不开胡锦涛的提携，可谓胡系色彩较浓。他被视作胡锦涛在军中安插的稳军人物，为的是辅佐新任主席习近平顺利接班。张又侠则带有浓厚的红二代色彩，与习近平本人渊源不浅。习近平从红色家庭走来，对出身红色世家的将领往往更信任。而据传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早年关系密切，这层革命情谊让习对张格外青睐。可以想见，许其亮在一些问题上可能更尊重胡锦涛等前任领导的影响，而张又侠则立场紧跟习中央，维护的是红色家族和现任最高领导的利益。这种微妙的背景差异使二人在看待军中人事安排时潜藏不同立场。再次，也是最直接的一点，许其亮主导的军改动了张又侠势力的蛋糕。前文提到，许其亮在军改中推动将二炮重组为火箭军，加强中央直管，这对张又侠来说并非好消息，因为张又侠先前作为总装备部部长，与二炮系统联系紧密，甚至可以说二炮是他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之一。一朝军改，火箭军由军委直接领导，原有的独立性被打破，也可能有许其亮一系的人马进入火箭军担任要职，这让张又侠深感自己的独立王国受到削弱。有分析认为，火箭军成立过程中空军体系开始涉足战略打击领域，这或许是许其亮为空军争取更大发挥空间的布局。不论初衷如何，这都使张又侠对许其亮心存不满。据坊间传闻，许其亮在火箭军的安排让张又侠得罪狠了，两位将军之间自此埋下了嫌隙，只不过当时都隐而不发。尽管暗流潜伏，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其亮和张又侠必须在习近平麾下共事。2017年的中共19大上，习近平正式开启了他第2任期的统治布局。当时军委高层进行新一轮调整，两位年逾花甲的老将范长龙和许其亮都连任期满。习近平出于对军队的把控考虑，没有一下子换掉所有老将，而是选择保留许其亮继续留任军委副主席，并新提拔张又侠出任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从此，在整个习近平第2任期内，形成了许其亮加张又侠搭班子的军委领导结构。这一许张组合背后，其实体现出习近平刻意为之的权力平衡术。习深知军中不能让某一人独大，与其让一名副主席专权，不如两人相互牵制更为稳妥。而许其亮与张又侠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反倒成为习可以利用的杠杆。有评论认为，正因为二人背景不同，彼此有所制衡，习才能放心地让他们搭档，共同为己所用。果不其然，在这段时期，军中表面上相当平静。许其亮和张又侠在军委班子内一文一武，许其亮协助习理顺军中日常事务，持续推进反腐整编；张又侠则在军备建设、军事演训上表现积极，不断为习的强军梦想添砖加瓦。二人共同出现在各种军方重大活动中，看起来配合默契，比如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国庆70周年阅兵等场合，许其亮作为主持人或宣布人，张又侠作为总指挥，二人分工明确，均展现对习核心的忠诚。许其亮还曾公开表示，始终听从习主席指挥，张又侠也多次表忠心，称坚决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在外界看来，这对组合是习近平牢控军权的左右手。然而，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因为随时间推移，新的问题出现。许其亮和张又侠都已上了年纪，到2022年20大时分别是72岁左右，已远超军中服役常规年龄。习近平第3个任期开始时，必须在两人中做出取舍。当时外界一度好奇，习究竟会让谁继续留任军委。按照惯例，超过70岁基本就要退休，但习也有破格重用亲信老将的先例。那么，是战功赫赫的红二代张又侠更受青睐，还是劳苦功高的草根功臣许其亮能够破例连任？
最终答案揭晓，习近平选择了张又侠。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上新一届中央军委名单公布，许其亮没有出现，正式卸任了军委副主席职务。与他一同退出权力核心的还有多位19届老将，这标志着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许其亮终于功成身退，而张又侠则被宣布留任军委副主席，继续跻身最高领导层。值得注意的是，张又侠当时已经年近73，同样超龄服役，但习近平破例保留了他。这一方面彰显了习对张又侠的高度信任，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习对红色血统的偏爱。张又侠不仅与习私交深厚，更是开国上将之子，这样的人在习眼中天然比草根出身者更可靠，更有象征意义。许其亮虽然对习尽忠多年，但论私人感情和血缘背景，他终究比不过张又侠。在关键的抉择时刻，习近平选择了自己最放心的那个人，这也可以看作是习对军中权力布局的一次重要取舍。他相信张又侠能在自己第3任期内继续镇住军队，而许其亮功劳再大，也到了退场的时候。许其亮本人对这一结果并无异议。在20大闭幕式上，人们注意到另一件轰动性的场景，前总书记胡锦涛突然被请出了会场。据传，胡锦涛在会议上尝试翻阅人事名单时被劝离，引发全球关注。当时许其亮就坐在胡锦涛附近，目睹了这一幕。有分析认为，胡锦涛之所以失态，或许跟看到许其亮等自己一手提拔的老部下出局有关。但无论真相如何，胡锦涛的离场象征着旧时代影响力的终结，而许其亮的退任也意味着胡时代在军中的最后遗产被交棒出去。许其亮在20大后不久辞去了国家军委副主席职务，彻底退出了现役。这位征战仕途数十载的上将选择功成身退，看似可以颐养天年。然而，属于许其亮的戏份虽然落幕，军中新的暗战才刚刚开始。有意思的是，曾有人设想另一种历史可能，如果在20大上留下的是许其亮而非张又侠，那么今天的局面会不会完全不同？毕竟许其亮性格低调温和，又对习近平知根知底，说不定军中会更加稳定。然而历史没有如果，随着许其亮退场，张又侠成为军委中仅次于习主席的1号副手，一家独大之势渐成。表面看，习近平和张又侠仍是一派主臣和谐，军队似乎在习核心领导下更加集中统一。然而，很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外界意识到，军中高层的风暴正在酝酿。20大之后不到1年，解放军内部接连出现惊人的地震。首先浮出水面的是火箭军高层的大换血。2023年年中开始，有关火箭军司令部人事异动的传闻沸沸扬扬。作为战略核导弹部队的火箭军，本应极为稳固，但突然之间多名高级将领失联。先是火箭军司令、政委长期未露面，接着有消息称他们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同时，中央迅速任命了新的火箭军司令和政委走马上任。这种非常规的人事调整被普遍解读为火箭军内部出现了重大问题。随后几个月，官方证实火箭军前领导涉嫌腐败受查，甚至还开通举报热线，号召举报近年装备采购领域的舞弊行为。紧接着，另一颗更大的炸弹引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8月后再未公开露面。李尚福何许人也？他正是张又侠一手提拔的旧部，当年接替张主管总装备部业务，深得张器重。李尚福曾因推动军备技术和对俄军贸而闻名。2023年春天刚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外界都以为他是习近平和张又侠都认可的技术型将领。然而到了9月底，官方低调宣布李尚福因涉嫌贪腐被免职调查，成为又一名落马的在任中央高官。火箭军窝案和李尚福事件连环爆出，让军中上下人心惶惶。习近平以雷霆手段清洗军中贪腐，表面理由是整肃纪律，但很多人也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些被查的将领大都与张又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火箭军曾是张又侠势力范围，李尚福更是张的嫡系爱将。如此看来，
习近平的反腐枪口仿佛正对准张幼霞的圈子来了一轮敲山震虎。尤其李尚福案耐人寻味。据说在调查中，李尚福供出了行贿对象中有一位大人物，点名了前火箭军司令、前国防部长魏凤和。而魏凤和是谁？他同样出身于导弹部队，曾是张幼霞在装备序列的副手。有了这样的线索，顺藤摸瓜追查上去，张幼霞难免寝食难安。果然，面对步步紧逼的局势，张幼霞选择了主动出击以自保。2024年末，军中传出重磅消息，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停职调查。苗华可是习主席一手提拔起来的上将，曾任军委纪委书记和海军政委，一直以习近平铁杆心腹示人，突然倒台，令人震惊。据传，苗华案牵扯出1000多名军官贪渎问题，整个军中系统为之震动。如果说反腐倒下，李尚福像一发探照弹，那拉下苗华简直就是一记回马枪。这被不少分析人士解读为张幼霞在借反腐名义以牙还牙。既然习要动我的人，那我也让你的人不好过。苗华出自福建第31集团军，与习近平和何卫东早年在福建共事，渊源颇深，算是习家军中的关键成员。如今苗华被查，等于打掉了习安插在军中管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干将张幼霞一方，可谓去除了眼中钉。军委高层的权力天平向他倾斜了一步。更令人瞠目的是，紧接着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也出现异动。何卫东是习近平在20大上亲自提拔的黑马上将，出任仅次于张幼霞的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当初习选中他，正是希望何卫东军旅经验丰富，又对自己绝对忠诚，可以接替许其亮留下的位子。但就在2025年全国两会之后，何卫东离奇地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缺席了4月初军委义务植树等多项例行活动，也未见参加重大会议。有细心的人发现，国防部官网上有关何卫东的报道悄然被删除了大半。这种迹象往往不妙，因为去年苗华出事前，官方也做过类似的删档操作。一时间，北京政界谣言四起，有人说何卫东因病休养，但更多传闻指向他已被内部控制，甚至传言何卫东可能已遭软禁调查。如果这些消息属实，那么习近平在军中的2大亲信，主管政治工作的苗华和主管作战的何卫东，一个倒台，一个失踪，只剩下张幼霞这一座山独撑军委。这样的军权格局变化简直石破天惊。就在上述风暴持续酝酿的时候，许其亮这个名字再度进入公众视线，却是因为他突然去世的消息。试想，一位身居副国级、手握兵权多年的人，退下来仅仅1年多就暴亡，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许其亮究竟是自然寿终正寝，还是被卷入了这场高层博弈的漩涡？回顾许其亮退休后的动向，他本来生活低调，今年年初还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出席了春节团拜会，精神状态看上去很好。据他身边人透露，许其亮平日爱好运动，每天都有晨练习惯，是个身体硬朗的老军人。然而，就在苗华被查、何卫东失联、军中人人自危的敏感时刻，许其亮传出了猝死的噩耗，这难免引发无数联想。一种观点认为，许其亮的死亡与当前解放军内部整肃密切相关。台湾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许其亮和习近平关系极近，曾帮习清洗了江派军中大佬。如今眼看习近平路线在军中遭受挑战，他可能忧心忡忡，惶恐不安，长期精神压力过大，最终诱发心脏病发作。如果真是这样，那许其亮之死可以说是被硬生生吓死的，并非有人加害于他，而是眼见局势不对，活活给愁死的。还有一种更惊悚的猜测则认为，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可能对许其亮采取了某种行动。毕竟许其亮虽已退休，但资历极高，人脉深厚，他的存在对张幼霞而言始终是个威胁。尤其在张清喜、苗华、何卫东后，许其亮作为习的老臣，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可能的变量。无论张幼霞是否真正对许其亮下了黑手，他的突然死亡客观上对张最为有利，军中再少一位可能制衡他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当然，
这些都是外界的推测和阴谋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许其亮死于非自然，但哪怕只是心病所致，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军队高层的恐惧生态。当年许其亮戎马孔总，大权在握时，可能未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因恐惧而寝食难安。他作为习近平平定军中异己的功臣，自认为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理当享受平安退休的善终。事实上，习近平也给予了许其亮足够高的礼遇。官方发布的许其亮讣告中对他的评价极高，并且习近平本人和其他6名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了许其亮的追悼会。这种规格说明许其亮在政治上是平安着陆，并未像徐才厚那样身败名裂。但耐人寻味的是，追悼会上据传许其亮遗孀神情冷淡，几乎未理会前来吊唁的习近平等人。有评论揣测，这位将军夫人心中或许对丈夫的死因有所疑虑，甚至对最高层的不满溢于言表。当然，这只能算边缘花絮。然而，不管许其亮之死内幕如何，他确实成为观察中共军中权力裂变的一个窗口。许其亮骤然离世的象征意义已经超出了他个人生死的范畴。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这件事既是一次象征性的打击，也是一次实质性的考验。在象征层面，许其亮代表着习近平初登大位时倚重的老班底，他这一走，习昔日的军中股肱之臣几乎凋零殆尽，只剩张又侠一人独撑局面。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从胡锦涛扶植，习近平继任初期建立的军权平衡架构，发展到如今全新的权力版图，许其亮的离去为这10余年的军中变迁画下了句点。从此以后，解放军高层再无胡锦涛时代的人影，也少了一个了解习近平最初夺军权过程的见证者。在实质层面，许其亮之死引发的连锁反应更令人关注。一方面，军中高层目前事实上形成了张又侠一家独大的局面。如果传闻属实，苗华落马，何卫东失势，意味着习近平安插在军队里的2个重要支点都被拔掉。现在掌管军委日常工作的正是张又侠，这使得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力面临微妙挑战。因为尽管习仍然是军委主席和最高统帅，但他需要依赖副手去执行具体事务。如果张又侠心怀异志或者有自己的一套考量，习的旨意能否畅通无阻的贯彻，恐怕要打上问号。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意识到张又侠权势做大对自己不利，他势必要寻找新的制衡人选。然而短期来看，能够扛起重任的人选并不多，毕竟军委副主席是需要极高威望和资历的，上将中符合条件者寥寥。再者，习此刻贸然动张又侠，风险极大。张不仅握有兵权，还在军中有拥趸，轻举妄动或激起更大风波。当前的态势使人想起中共历史上多次军权博弈的惊险时刻。毛泽东有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纵观中共几十年，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政权，稳如磐石。邓小平当年能够拨乱反正，击退政敌，也是靠牢牢抓住军队支持。江泽民执政末期，曾一度受制于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把持军权，最后通过政治手段将杨氏兄弟请出军委，才巩固了自己地位。胡锦涛执政时，对军队影响力相对有限，以致江时代的郭伯雄、徐才厚架空了胡的军权。然而习近平吸取前人教训，上台之初就大刀阔斧肃清军中异己，重塑指挥架构，一度把枪杆子抓得很紧。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尽管习近平名义上军权在握，但军中暗潮汹涌，派系倾轧之激烈超出寻常认知。如果连自己人何卫东、苗华都未能幸免，这说明军队内部的信任已严重破裂，斗争可能到了刺刀见红的程度。许其亮的死亡更为这种紧张气氛蒙上阴影。很多官员私下感叹，在这个体制里，没人是100%安全的，腐败与否并非关键，关键是谁倒霉被当作清除对象。一旦成了权力斗争的靶子，即便战功赫赫如许其亮，也难逃出局的命运。对于广大解放军官兵来说，高层的震荡也是一记警钟。许其亮出身寒门，通过努力踏上高位，
本是许多基层军官的榜样，大家曾以为跟对了最高领袖，立下大功便可安度晚年。然而许其亮的结局却发人深省，他忠心耿耿辅佐习主席10余年，最终却未能稳享天年，反而在风声鹤唳中溘然离世。有人感慨，干不好被边缘化甚至成替罪羊，干得好下场也许就是下一个许其亮。这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个权力斗争不停歇的环境里，个人的荣辱安危实在难以保障。由此看来，许其亮之死对体制内的草根官员是一种无声的震慑，即使爬到高处，没有身后背景做靠山，到头来也可能成为权力角斗的牺牲品。至于张幼霞，目前似乎在这轮博弈中占据上风，成为军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赢得的只是一时的主动权，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从现在起，他反而更要如履薄冰，草木皆兵，因为只要他还在位一天，就要提防身边每一个潜在对手，还要担心来自最高领袖的猜忌。一旦风向有变，他自己也可能转瞬成为明日黄花。可以说，在中共体制内，没有人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许其亮的故事是中国军队权力演变大戏中的最新一幕，但绝不会是最后一幕。从草根飞行员到军委要人，再到突然陨落，他的人生沉浮映照出中共军权几十年的起伏变迁。眼下，习近平政权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军中内斗与重组，未来局势走向扑朔迷离。有人或许要问，这场你来我往的角力究竟会如何收场？会否引发更大的政治地震？不妨借用一个耐人寻味的寓言来结束我们的故事。树上有10只鸟，开枪打下一只，还剩几只？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当枪声响起，树上的鸟儿往往会一哄而散，无论中枪的到底是谁。如今中共军中高层的震荡何尝不是如此？一只大鸟的坠落，吓跑的可能不止一只鸟。在风声鹤唳的权力丛林中，每个人都在找寻自保之道。许其亮之死既是个人命运的终点，也是整个体制内一次发人深省的警示。枪杆子仍握在领导人手中，但谁是那真正安心栖之的鸟儿呢？